电视剧《宁安如梦》新的剧情可以说非常的精彩。薛叔本来已经稳坐沈界的王妃之位了，毕竟有着太后和薛家的支持，但是他担忧沈界为了江雪慧会和太后作对，把王妃之位给江雪慧，到时候他就尴尬了。而且即便是江雪慧成为了侧妃，到时候沈界只宠爱侧妃，他也会颜面无光。所以他散布江雪宁去通州和反贼一起待过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借此影响江雪慧选王妃。不得不说的是，薛叔的确是很辣，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来。而江雪宁回到家中，却被孟氏给臭骂了一顿。不仅如此，孟氏更是差点打了江雪宁。对此，江雪宁早已习以为常。她的这个生母向来不待见她，这也是造成前世的江雪宁为何一心想要做皇后，因为孟氏曾说过，给她皇后之位，她也做不长久。对于这件事背后的真相，江伯游是清楚的，但是他也只是表面上嘴上说几句而已。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，江雪宁找到他，发现他准备辞官归隐山林，江雪宁给他下跪，剖析利弊，告诉他，即便是江伯游辞官了，最后江家只怕会被薛仁给灭了，只有江伯游还在尚书的位置上，才能庇佑江雪慧和自己以及整个江家。而经过江雪宁的话之后，江伯游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从自己的柜子中取出了一本奏折。此时他的柜子中有不少奏折，这些应该都是江伯游想要上奏又不敢奏的奏折。江伯游谨小慎微，在官场上是中立派，可即便如此，麻烦还是找到他，所以没多久他便在早朝之上参薛远贪污赈灾银子。薛远自然是反击，靠着薛家强大的人脉要追究江伯游。好在此前谢薇就请张遮帮助江雪宁，张遮则是将调查的真相呈现给沈郎，沈郎才知道一切都是薛叔干的。不过薛叔做的自然得追究到薛远头上，于是沈郎下旨让张遮和谢薇联手调查新武卫，当然还有军械失窃案。这件事让人看了之后不禁对江伯游高看一眼。平时在家里孟氏专横，对付江雪宁他根本不敢说什么，最多也就是口头阻止一二，说两句，从来没有为江雪宁出头。而这一次居然敢搭上江家满门，也要参奏学院，令人感动。可事实真的如此吗？答案令人很意外，事实上恰好相反。江伯游知道薛家之所以如此对付江雪宁，根本原因是冲着江雪慧去的。江雪慧和沈界早已经有了私情，所以才被薛家女忌惮，所以才会在江雪宁去通州的事情上做文章。而知道这件事的人都闭口不言，唯有薛家可能透露，所以江伯游知道是冲着自己大女儿去的，他冲冠一怒为长女，而不是小女儿江雪宁。事实上，仔细看之前的剧情，江伯游虽然对江雪宁也很疼爱，可他最爱的还是江雪慧，只因为他愧对江雪宁，认为他吃了苦头，所以才会在孟氏出手责罚江雪宁的时候说一些公道话。而当自己的大女儿受了连累之后，他就敢站出来硬刚薛家了，可见他有多么爱江雪慧。相比起来，比如之前江雪宁去通州，也没看到他这个父亲有多着急，写了一封信给谢薇，应该是知道自己女儿的处境的。还有江雪宁在皇宫被欺负，他也不敢硬刚薛家，到了江雪慧有事情，他就敢站出来说话了。由此可见，他这个父亲还是偏心的，而且偏的是江雪慧。只能说江雪宁前世自私自利性格的养成和晚娘有很大关系，但是和生母孟氏以及生父江伯游也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江雪宁的确是可怜的，生母不疼，亲爹不爱，好在谢薇能视他为心肝，一心为他筹谋，江雪宁最终寻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人，安稳过一生。